萨摩老弟的近景戏法，长安城独一份啊！过奖过奖。那先预祝咱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哎，对了，我说萨摩老弟，为了彰显一下你的诚意，还得请你啊移驾我的杂戏班，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实力啊！好啊，那我们现在去吧。嘿，好。哎，萨摩老弟，你不会连马车也没有吧？呀，怎么可能呢？真爱开玩笑。我想也是，这萨摩老弟的戏法名震长安城，嘿，怎么可能混得跟个杂役一样的，是吧？萨摩多罗，人呢？客官，走好，下次再来啊。好。萨摩多罗！阮班主请放心，有我萨摩多罗在，一定会让杂戏班的名声名扬四海，票房大卖。看，我的马夫驾着马车来了。阮班主，你请前面带路，我随后就来。哎，嘛呢？你怎么不进去干？干什么干？怎么来这么晚？阮班主，一会儿见。前面带路啊！你干嘛呢？又整什么幺蛾子？一句话，想不想赚钱？想。走着。叫！就你这两下子，杂戏班能请你去当台柱子？哼，吹吧你就！切，怎么啦？就我这手法，这像吗？看不起我你？见过眼神不好使的，没见过这么瞎的。哎，这里不会有诈吧？嘿，你什么意思啊？他们是觉得我有才华，借我去驻场。而且我跟你说啊，我这戏法也不是浪得虚名，早先在西市登台黄牛票炒到20文一张，闹呢。哎，你看我一下呗，我这好歹站一次台也300文呢。300文？那可不，沃尔就是这个价。赚了钱请你吃烤鸡啊。切！我给你当车夫就吃顿烤鸡。哎，烤羊行了吧？哎，怎么停了？没看着有羊群吗？走。哎呦，羊倌哦，你稍微快点好吗？真服了。哎呀，你放心好了，他走不远，这又刚下完雨，他肯定会留下痕迹的。咱一会儿就跟着他车轱辘印走，丢不了。驾！又怎么了？哎，人呢？人呢？你问我问谁啊？不是，你别闹啊！你是不是把人给我变没了？真闹是神仙呐！这车轱辘印没有了呀！刚下完雨，怎么可能呢？难道这马车插翅飞走了不成？
我四处都找了，没找到。我也没有。要不咱先回吧。好。这样。借光，什么情况啊？他怎么在这儿啊？半个时辰前就在这儿了。半个时辰前，我们不是跟阮大刚分开吗？他头去哪儿了？是分尸案，头是在城北找到的，被挂在城北门楼上。城北？1个时辰之前，我还看见阮班主跟他在凡舍喝茶。我也想起来了，他们好像是坐着马车一前一后离开凡舍的。不是，我们确实在一起。然后他说要去杂戏班商谈，结果路上就凭空消失了。怎么？凭空消失？啊？为什么会这样？是他做的。他杀的人吗？他们杀的吗？不是，怎么？你们怀疑我杀的？哎，我看我大理寺官差哎。对，就是我们是大理寺的。你拖我干什么啊？对，说的就是你。你说你是不是一天不作妖就不舒服？你能告诉我什么是台柱子吗？能告诉我什么是戏法大师？有没有掂量过自己几斤几两啊？你给我惹了多少祸，捅了多少篓子？我招你做伙计，又没让你当爷爷，能消停点吗？不是四娘，你怎么回事？你瞎吵我什么？本来他就不学好，你还跟他瞎捣乱。案子得尽快查，可别引火烧身。有人吗？你找谁？这里是阮氏兄弟的杂戏班吗？我们是大理寺来查案的。昨天你们阮班主死了，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请吧。你们是大理寺的，来查案的。你们阮大班主平时为人怎么样？别怕，但说无妨。他对谁都不怎么样，他们亲兄弟还吵架呢。行了，别乱说话。瞪我干什么呀？他不让说就不说啊。我看啊，没准就是他杀的。你说的是谁？我们二班主，大班主的亲弟弟，好赌还特抠。前天他们因为钱的事情还吵架呢。二班主还扬言要杀了大班主，自己当家。这还算是亲兄弟吗？你又乱说话了，小心我一块告诉二班主。这位是大班主的关门弟子小春，平时负责照顾大家的饮食起居。哼，马屁精一个，别瞎说。昨天上午，你们都在干什么？我们一直都在练功。是每天都在练功。我们大班主对我们很严格的。那你们谁都没离开过？没有。那小春呢？他昨天有点惨，打碎了大班主的一个花瓶，所以他就被锁在大班主的屋子里面壁思过。哎，闪开！哎，两位官人，有失远迎。哎，快里边请，快练功。哎，请。二位官爷，说起来，这算得上是我们班子的诅咒。诅咒？我说过多少次就不该来长安演出，大哥偏不听，
我们戏班人少，可每来长安一次，就死一个人。我跟三弟商量过，这案子也不用查了，还是赶紧离开这儿吧，要不然下一个不定是谁呢。这案子是不是结，该不该结，不是由你说了算。没有我的允许，你们班子一个都不准走。那你总不能让我跟我三弟陪他去死吧？昨天你们在哪儿？都给我仔细的说清楚。昨天，我大哥出门前，让三弟监督我打拳，我在西厢房打了一上午。是这样吗？那你要不相信的话，我打拳声音大，外边那些小鬼练功都听得见，他们可以替我作证。是这样的。各位，今天大家是来着了。我今天要给大家表演一个传统戏法，叫做三仙归洞。大家请看好。何为三仙？三仙是指福、禄、寿、走，两仙归洞。那位说了，不是三仙呐，别急，带我打开仙路，走。三仙归洞。哎，我觉得呢，怎么了？你这球有问题啊！没问题啊。没问题的话，换这个试试啊。可以吗？那我试试。你要用头子还能变，我就服你。您瞧好吧。来，您注意看啊，走。过去。三仙归洞，谢谢。哎，各位怎么样？这个小戏法有意思吧？拉我干嘛呀？我正看到关键时候呢。看好。看什么看？案子破了吗？有李少卿在，还有什么案子破不了啊？啊？又怎么了？哎，我说你别一天到晚盯着我行不行啊？黄三炮，看好啊！江湖告急，江湖告急啊！来，就这钱，改天还你。干嘛借钱？赌输了呗。你去赌了？啊，跟他借吧。谁呀？黄三炮。老大，我错了，就这一次。老大，原谅我吧，老大，我给你跪下还不行吗？老大，黄三炮，没想到吧？黄三炮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啊？你那钱我告诉你啊，你那钱，给我站住！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没说不给啊，是你硬要借我的，说赢了算我的，输了算你的。我说头3把，你后面连输多少把？是你说输了算你的。放开！干什么？哪儿来的？废话，在我手上当然是我的。大胆！上面分明写着阮大阮成的名字，从哪儿弄来的？你从实招来。说，这是杂戏班的一个人，昨天输给小人的呀。叫什么？他们好像都叫他阮二。阮二啊，他昨天不是在练拳吗？没你事了，你走吧。哎，你欠我钱还没还呢，我回去还钱。哥，赶紧还钱！哥，站住！改天还钱！他们又来了。哎呦！各位官爷，这是阮二在哪儿？我二哥，他刚出去了，有什么事吗？来人，把阮三给我抓起来！哎，做伪证！别！我说，那天我大哥出门，让我看着二哥练拳。我们也都知道，他去找萨摩先生，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二哥就想出去赌钱，我就帮了个小忙，在屋里打木桩。
故意造出些声响，让那些小鬼听到。哎，官人，这不能算伪证啊！人在这里，拿跑！你俩留下。转儿，给我下来！我曾放箭，人不是我杀的，我没杀我哥，我只是出去赌钱，输钱之后找我哥，那时候他都已经死了。那你为什么不报官？我报什么官？我报官！我多少次扬言要杀我哥，自己当家，他一死，我说得清吗？我，你先下来再说。猜吧，在哪边？哎，四娘你好聪明啊，又被你给猜中了。咱能不玩了吗？你什么时候猜不中的话，你就可以回去睡觉了，好不好？来，再来，这次啊多变换几下。哎，来的正好，我给你们变个戏法。李少卿，案子查得怎么样了？阮儿也没了。啊？又消失了一个。我亲眼看见的，明明一片平地，噗的一下，一阵青烟，人就没了。这阮氏兄弟都好这口，这也忒吓人了。李少卿，我帮你把这湿衣服脱了吧。没事，我胆胆就好。还是脱了吧，小心着凉。没事。对了，哎，什么毛病？就是，李少卿，我真不忍心让你穿着湿衣裳出门，脱了。不用，胆胆就好了。老大，我先走了，伞给你留下啊。来。别客气，谢谢好意啊。回去。老伯，你还认识我吗？2天前，有个人请你帮了个小忙，看马车过来，就让你把羊群赶到小路上去，记得长啥样吗？我想想啊，高个子，脸有点方，老伯，花裤子，帮个忙，右边脸上有颗痣。你确定？确定。当他跟我说话的时候啊，我老以为是个苍蝇趴在那儿，后来啊才知道是颗痣。哎，你不用在这想了，案子我已经解出来了。挺快啊。没错，其实呢，案子很简单，阮大的案子不过是一场大的变身戏法罢了，只不过后来被凶手利用，变成了一件杀人案。怎么说？其实呢，阮大的消失和他的出现，都是他自导自演的。当时我们坐了2辆马车，2车间有段距离。此时，他事先安排杨官赶来羊群堵路，与我们拉开距离。随后羊群散去，我们继续往前走，却被阮大留下的假车轮印误导，因此我们被引到了错误的路上。阮大则从另一条路离开。
阮大在我们途经的路上扔下帽子，撒下动物血，进一步误导我们，让我们确信他凭空失踪。戏法是为了向同行炫耀，经常会这么干。你怎么想到这一切的？帽子，帽子，没错。我们发现帽子的时候，雨已经停了。如果帽子是刚刚遗落的，不可能湿到那种程度，除非是有人提前把帽子放在那里。那如果真是他自导自演的，他怎么真的死了呢？阮大的本意应该是让我和三炮找不到他，等我们回到凡社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在那儿了，以此炫技。谁料凶手提前知道了他的计划，并利用这个机会，在阮大回城的马车上将其杀害。凶手是个行家。看来你已经锁定了嫌疑人。那是谁又能提前知道阮大的计划呢？报，李少卿，杂戏班的阮三求见。带上来。官人，官人，我求求你，你放我出城吧！再这样下去，我肯定会死。你现在是嫌疑犯，没我的允许，不准离开长安。我二哥已经死了，下一个一定是我啊！他只是失踪。不，他死了，他肯定死了，我能感觉得到。官人，我不瞒您说，我昨天晚上梦见我们戏班5年前惨死的那个小雨了，他流着血泪啊！官人，他要讨我的命啊！你等等，你们戏班5年前死的小雨，干嘛要找你讨命啊？你先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吧。官人，不过这些真的不关我的事儿，要怪只能怪我大哥二哥，他们见钱眼开。那天演出踩高凳。哎，谢谢啊！哎，谢谢，谢谢。我出500文，敢不敢加凳子？我大哥为了500文钱，非让小雨他加凳子，没想到出了演出事故，小雨当场摔死。为了区区500文钱，你们就害死了一条人命。我们也不想的，打那之后，我们就再也不敢来长安了。在你们戏班里，平日谁跟小雨的关系最好？他们小孩子的事情，平时我也懒得管，懒得问。不过小春是小雨的弟弟，亲弟弟，亲弟弟。姐姐被你们害死了，他还愿意给你们端茶倒水。当时他还小，我们都瞒着，没敢让这孩子知道。求官人放我一条生路，官人开恩呐！你觉得呢？凶手肯定不会放过他的，不如抓住凶手后，再治他的罪也不迟。走吧，我派人护送你出城，如何？哎，谢谢官爷。你好了没呀？小爷我时间金贵着呢，好了没有？还没。哎，我就纳闷了啊，这么一个人渣，为什么让我来护送啊？他算老几呀？他？我跟你说，咱俩这趟可得把他看好了，说不定会遇到凶手。你不早说，这么危险，早知道我就不来了。为了他丢了小命多不值啊！哎呀，催，你催什么催啊？哎呀，你自己看看，尿我这一裤子。你给我找条新的。没有，赶紧上车，味儿这个大呀！快！站！哎，你干嘛呢？你看一大老爷们笑什么？我在笑李治。你笑我老大干什么？你看他平时那么严肃一人，昨天被吓懵了。他竟然特认真的跟我说，噗的一下，软儿就消失了，跟见了鬼似的。他真的一下就消失了，那是我老大亲眼所见呐！就一块平地啊，周围都没得藏。换你不害怕？哎，那你说阮三会不会也噗的一下，
就消失了。哎，这种事儿啊，说什么来什么。哎，来了，吁。妈呀，妈呀！这不是活见鬼了吗？你刚才不也看到了吗？他就在里面呢。这才多会儿功夫啊！没错。那现在怎么办？回船。驾！和阮大一样，头是被砍下来的，身体遍布伤痕，死之前应该是吃了不少的苦头。你们还敢回来？我让你送人出城，就送这儿来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一瞬间他就消失了呀。没理由啊！就算是中途折返的话，我们已经快马加鞭了呀。什么时候的事？半个时辰以前。半个时辰？对，就是那个时候。他突然就消失了，这不可能。头呢？头在哪？我找到阮三的头了。在哪？在城南的城楼顶上。这太恐怖了。是啊，头还挂在城楼顶上，太可怕了。别害怕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凶手应该就在那5个孩子中间。啊？大班主和3班主都死了，2班主又不见了，待在这里恐怕会有危险。我看，我们还是走吧。咱们怎么走啊？山高水长的，你们想干什么？不用害怕，哥哥呢，只是想问你们一些小问题。啊？你们还记不记得有个女孩小雨？当然记得，她是我姐姐。姐姐对你怎么样？我们2个从小孤苦无依，都是我姐姐照顾我。只是我那个时候太小，已经记不得她长什么样了。那你呢？你觉得小雨是个怎样的人？就是一个女孩呗。不熟？什么不熟啊？小肖明明就是喜欢小雨。我记得有一次，小雨被罚不准吃饭，小肖还冒着被打的危险，给小雨送吃的呢。那时我觉得班主做事不公，这跟小雨有什么关系啊？说起喜欢啊，小东才算是小雨的正牌相公。人都已经死了，你还这样胡说？再这样说，我可要打你了。小雨死得那么惨，死后难道还要被你嚼舌根吗？小雨总是替别人着想，咱们班谁不喜欢他？你敢说你没喜欢他吗？你们先安心待着，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去大理寺找我。走吧。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天真无邪的样子，头疼。那凶手真的在这群孩子中间吗？会不会是那个阮二啊？毕竟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他。应该马上就能找到他了。找到他的尸体。三伯，阮二的尸体找到了，是全尸吗？还是无头的？在哪儿？跟我走。四娘，你还记不记得你原来给我讲过那个祭祀的时候，就是要把那个祭品摆成什么形状的那个仪式？人祭。对，人祭。
那你还记不记得人祭是要把祭品摆成什么样的形状？围绕死者死的地方，用形骸摆成一个三角形。不说了，是人。三角形？我知道了。哎，你干嘛？没错。果然如此。什么情况？去东便门，如果杂戏班里任何一个孩子出现，都抓起来。那个人一定是凶手。来，停一下。好，走吧，看一下。抓住他！小小年纪，竟如此心狠手辣！我没罪！你杀了3个人，还说自己没有罪？他们杀了我姐姐，我杀他们是替天行道，我没罪。小春，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姐姐的事情的？他们以为我小，记不住事儿。我姐姐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要不是他们那么冷血，我姐姐就不会死。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好了，人证物证俱在，可以结案了。我不后悔，姐，你看到了吗？小春替你报仇了，你终于可以安息了，姐，姐姐，姐姐。你是说，凶手是那个小孩？你不是说，那个时候他有不在场证明吗？他的不在场证明是事先设计好的。我知道错了，放我出去吧！小春先故意打碎花瓶，惹怒班主，让班主把他关进房间，然后又偷偷溜出来。他尾随阮大的马车到了樊舍，并藏身在马车之中，将其杀害。哦，那阮2和阮3又是怎么消失的呢？其实很简单啊，当时阮2就是藏起来了。藏起来了？怎么可能？我老大都说了，那是一片平地，没有任何隐藏的地方。
请问一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地？我记得好像是一片荒废的菜地。嗯哼。哦，原来是这样。原来，哪样？菜地是有地窖的。哦，接着说。我想，阮大出事后，阮二怕官府追，一定事先规划过逃跑路线。他先找了帮手，在半路放烟，随后钻进地窖，造成原地消失的假象。那他怎么死了呢？他找的帮手就是小春儿。没错。小春放完烟雾，就躲在地窖里，等阮儿出现后，将其绞杀。那阮三是在我们俩眼皮底下消失的哦，当时可没有菜地啊。但是有马车呀。啊？什么意思啊？马车是被改装过的，所以这无疑变成了一个暗箱，就好像是三仙归洞的戏法一样，利用人们的惯性思维。你以为碗是空的，但是那小球早已被放到了碗里。咱们那天都没有注意到，其实马车里面已经躲着一个人了。他利用身材瘦小的优势，躲在马车里跟我们出城，随后用迷香放倒了阮三，从后盖板扔下了马车。不对，我们俩快马加鞭回来的时候，阮三已经死了，又杀人又运尸的，这咋能这么快？除非那个尸体根本就不是阮三。不是阮三的。阮二和阮三是亲兄弟，身材相貌都差不多。如果没有头，再交换衣裳的话，你们分得清吗？小春只需要给阮二的尸体穿上阮三临走前的衣服，然后再把尸体丢在四娘的店门口。在咱们都去找头的时候，他再赶过来，把阮三的头扔到城南门。这样一来，大家就会以为这是阮三的尸体。这也太复杂了吧？他图个啥呀？他对于人迹的传说深信不疑。人迹？人迹是要把祭品摆成什么样的形状？摆成一个三角形。小春之所以会被我们抓住，是因为他一心想着为姐姐超度升天，才会坚持要把阮二的头放在三角的最后一个位置，也就是东便门。说起来，你当时还闻了闻阮二尸体的裤子，难道裤子上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吗？你催什么催啊？你看，尿我这一裤子。你竟然……我知道，我知道！哎，你给我闭嘴啊！因为这小我杀了你！换衣服的时候不给他连体裤对吧？你给我闭嘴啊！闭嘴！闭嘴啊！让你说，让你说。这儿大呀，不中留。你看看啊，放着这长安的平安日子他不过，跑那么老远，在哪儿不是做生意呀？这都2个半月了，你说说，咱们儿子什么时候回来呀？啊？唉，净是我瞎操心。我呀，不管了。谁呀？
谁呀？来了，来了，来了啊！儿子，你回来了。你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哎，儿子，你怎么了？你倒是说句话呀！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别闹了，跟娘说句话呀，儿子，儿子。你好好休息，别瞎想啊！我这就上武侯部报案去。你一定要把儿子找回来啊！你别管了，赶紧回屋躺着去啊！回去吧，啊，回去吧。哎呀，路上小心，早去早回啊！不见了呢，我得找他去。啊，行了，你回去吧，回去吧啊！钱和名利皆无意义，一切犹如梦幻泡影。哎，赚得再多有什么用啊？啊，赚得再多，你带得走吗？所以，大家在平时生活里要少一些名利心，少一些攀比心，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是不是？啊，你讲得好，哎，讲得好，讲得好。有人见到我总是会问，说贺大善人呐，你这么大的家产，这么多的钱财，都是从哪儿赚来的呀？这话我就不爱听。哎，这叫什么？这就叫执念，这就叫贪欲。哎，你应该问我，贺大善人呐，你赚的钱都花到哪儿去了，对吧？我就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绝对没有用来享受。这大叔，我的钱菜做得好，顶级的。我的钱都是用来做慈善、做布施，像组织今天大家这样的聚会，希望你们能够传达我对佛学的理解之深刻，是不是啊？讲得好，讲得好，讲得好。这位小哥啊，我似乎不记得请过你啊。啊，我是替凡社公司四娘来的。哦，她今天有事走不开。哦，四娘啊，四娘可是女中豪杰，竟也有心向佛啊。是啊，四娘啊，最崇拜你了。她说啊，听您讲经比去庙里烧香还管用呢。哦，对了，四娘还说您家的
佛经都是真迹，真迹。这话讲的倒也不假。就在前几天，几位从天竺来的高僧赠予我一本宝贵的真经。不夸张的讲，整个长安，不，是整个大唐，也只此一本。哎，我说贺大善啊，那你把这真迹拿出来，让我们都开开眼呗，让没有慧根的我也见识见识嘛，是不是啊，大家？让我们开眼吧。可以可以，大家共沾法语罢了。见真经、思佛陀都是缘分，缘分呐。管家，去吧。吃好，吃好喝好啊。林白的死亡时间不会超过12个时辰，更确切的说，不会超过40。可是他昨天半夜里，他回来了呀。死因确认是溺毙。昨天夜里，他回来的时候啊，浑身都湿透了。我知道了，一定是他的魂儿自家心切，飘回来跟我们老两口道别来了。他想回来就回来，想消失就消失。我儿他一定是回来有话想说。我儿子他死不甘心呐，老伴儿，他的魂儿回来报冤了。你说林白去了外地做生意，什么地方？凉州，去了2个多月了。他娘天天念叨，我儿啥时候回来呀？这不回来了吗？你要不要再看一眼？喏。哎，来了！哎呀，回回催命。哎，你就不能消化一下，然后等会儿多吃点吗？四娘真不容易。哎，我说李少卿，第一呢，我今天的饭不是在饭社吃的，这第二呢，汉卿已经复述过了吧？我路上跑着跟他说的，但是他听没听进去我就不知道了。昨天晚上，您真是紧跟着林白一起进来的？我知道，说出来没人信，可我亲眼所见，我儿的魂儿回来了。这里倒真没有别的出口，没有能藏人的地方，没有大件家具，没有机关暗道，房梁也藏不住。这是典型的密室啊！难不成真是魂儿啊？有意思啊！紫苏妹妹，其实你今天啊，真应该去看一看，难得死得如此干净漂亮。死因呢，简简单单，那皮肤啊，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不简单。如果林老太坚持她看到的是真的，那咱们就得给出个解释，一个大活人是怎么凭空消失的？要不然这长安城又人心惶惶的。我看谁敢传！又来了李少卿，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知不知道？正所谓川拥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萨摩，行了，是有什么菜特别难吃吗？虾仁豆腐，真的特别咸。我让你查的事儿查的怎么样了？我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经书嘛，看了，纯属胡扯，上面范文都是假的。我就知道，贺元从几个天竺游僧那里得到一本梵文经书，就知道他一定是遇见谁了。安西道上有一对自称天竺游僧的马匪，从西周到沙州，所有的劫杀案里10有8九都是他们干的，主要劫持商人，一旦遇到官兵，就拿出几本假的梵文经书伪装身份。我有次收了钱替人押镖，10几个我的兄弟都死在他们手里。那他们就是通缉犯了。
我记得刑部档案里有好几桩没有下文的西周劫杀案。若是匪帮，那还得叫四娘一声前辈呢。他们不是有山头的匪帮，行踪诡秘，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这帮人是谁呢，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现在好了，来长安城了，老娘非得……他们怎么会跟贺元有交集？查清楚不就知道了吗？堂堂大理寺不是很威风的吗？我是要查个水落石出的，我要给我的兄弟们报仇。我来查，我来替你查明白。老大，我们的案子还没破呢。有你什么事儿？林白死之前去过凉州，如果安西道上真有什么天竺马匪来过长安，凉州可是必经之地。说说吧，贺大善人，怎么回事？我哪知道怎么回事？我又不认识范文，我哪知道他写的是好是坏呀？你确定你没有故意伪造、妖言惑众？李少卿，这可不敢乱说啊！您借我撒胆儿。那就是送你经书的人有问题了。其实也没有高僧送给我经书，这经书是在大门前的石阶上拾的。当时正巧长安城头传天竺高僧的，我就随嘴那么一吹。不是真的，我没骗你呀，我说的都是真的呀，我少来这套，再不说把你带回大理寺。哎，对，怀远坊东角门的张木匠可以给我作证。哎，老张，老张，停！你说你这都不干了，你还扫什么地呀你啊？那个四娘那个反舍呀，那梁你还真得给人修一下。人四娘平时对你挺好的，你不修人生意都做不下去了。不是三炮啊，你别说我这个人做人不地道啊！你看看我这儿现在啊，人手都散伙了，这家当我也都卖了，我拿什么帮人家？能不能我给你口空锅，你给我做饭去？老张，我也不为难你啊。那什么，你这是发了笔横财？要不怎么这么着急走啊？你给老弟交个10点？没有啊。哎，咱这关系不至于吧？是发了笔小财，你也知道，我这木匠生意就是勉强维持，早就想对付出去了。刚巧，从天竺来了一批和尚，这非要买我这儿啊！人家一开口，就是这个数。换了是你能不买吗？不是，他为什么要买你这儿呢？你问这干嘛？我能干嘛呀，老张？我好奇呗。这天竺人我都没见过，更别说天竺和尚了，我能不好奇吗？哎，这事还有谁知道啊？我说你这弯弯绕绕的，打什么主意呢？我打什么主意？哎呦，我就想让你带老弟我发财嘛，你不说就算了吗？小气。走了。
点进展也没有啊。哎，萨摩和三炮去哪儿了？在西市打探消息。还是那几个天竺游僧。嗯。对四娘的事很上心嘛。你什么时候凭直觉开始办案了？咱们现在应该尽快从已有的线索里找出蛛丝马迹，而不是凭空揣测呀。你到底怎么想的呀？哎，要不我再重新验一次尸？既然我们没有头绪，就自己找头绪。这尸体不会说话，但是也不会撒谎，就看谁能破译了。少卿，和平坊午后来报，又发生了一桩命案。没见过命案吗？传什么？和灵白的案子一模一样。我的儿啊，你怎么丢下我们娘俩就这么走了？死于溺毙，死亡时间是昨天上午，不超过40。薛夫人，你确定昨晚没有看错，是你相公回来了？他就站在那儿，浑身滴着水，他果然是被淹死的。儿啊！他站在那儿，然后走进房间消失了。今天一大早，尸体又坐着马车回来，这也太邪门了吧！你说薛毅去凉州做生意，2个多月了。哎，那辆马车是我丈夫离家时雇的。查过了，跟林白的一样，没线索。这就不明白了，长安已经是天下最大的集镇了，为何还会有商人跑去凉州做生意呢？他们是去淘货的，因为普通的外国货物到了长安城应有尽，而真正的奇珍异宝到了长安城就成了国贡方物，所以只有在边塞城市才有私底下的交易。要想淘到真正的宝贝，只有千里迢迢。这不是疯了吗？为了这么1、2件奇货，搭上身家性命？这些商人啊，都是疯子，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哎，萨摩呢？又野到哪去了？这些都是雕虫小技，真正的表演现在开始。好，下面有请一位观众来检查一下我们这个神奇的门。我来，请。检查得够仔细的啊。有什么问题吗？就是一扇装了门的屏风，没什么特别的。好，这位仁兄检查过了，这门没有问题。下面有请我的2位助手。没事，人呢？他怎么不见了？我在这里。啊！献丑献丑，请多关照，咱们明日请早。谢谢啊。谢谢。多谢多谢。你笑什么呀？你这个戏法，我已经看破了。哎，都在呢。我刚才已经把2具尸体重新验过了。双叶，吃饭呢呀！啊，这是我从林白的尸体内衣夹层里面搜出来的，外面还包了层防水的油纸。藏得这么保密，
总不会是家书吧？鬼画符似的，不会是范文吧？不对，不是字，像幅画。是地图。地图？一天到晚随身藏着，什么不得了的地方？是长安城的周边啊。你怎么知道？你看这个轮廓，是不是很像长安西南面的轮廓？也就是说，长安周边还有什么秘密的地方？林白去的是那儿，不是凉州。三炮，你还认不认识去边塞淘货的那些商人啊？认识，但也只是认识。没关系，找他们去聊聊。千万记着，带瓶好酒。满堂花醉，我可是一直没舍得喝啊。我舍得。此事非同小可，现在官府破不了案吧？他们当然破不了，为什么呢？这是两桩连环鬼案。哎，这世上有鬼，你们信不？哎，你还别不信，我告诉你们，我一听就知道，这叫什么？啊，这叫亡魂夜归。哎，怎么回事啊？死了的人不下阴司去，拼着一口气也要飘回来吓人，这什么意思啊？这说明死者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警告我们呢。你们看，两位死者林白还有薛毅，在死之前他们都去过凉州。这凉州什么地方啊？凉州这几百年来多少人战死啊，埋过多少白骨死尸的地方啊！我再告诉大家一件密事，10年前，在凉州东郊的安家村发生过一桩血案。话说左右武侯大将军正在合围凉州的时候，李鬼的手下有一伙溃兵，逃到了安家村。村民贪图他们随身的财宝，半夜里下杀手，将他们的财宝据为己有。那10几条人命死得冤啊，阴魂不散呢。从此以后，只要是有人不小心踏进那个地方，哎，冤魂就会自己跑出来要了他的命。亡魂归来就是要警告大家，那个地方不能再去，千万不能再去啊！千万大家对刚才那段经文还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提出来，我们共同探讨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这都什么时候了啊？这么晚，官兵看到你不得弄死你啊！不三不四，关门打烊。得嘞。哎呦，我的小可怜，紫苏姑娘，快别闹了啊！没事吧？你过来，过来伺候。喝了这么多也不知道给我留点。好喝，好喝，就知道好喝。让你问的话，你问的怎么样了？地图，地图。啊。然后呢？就不告诉你。你不告诉他，告诉我呀。紫苏，我跟你讲啊，我一般不喝酒，一喝酒我就说心里话。我对你，明白吧？我明白，我明白。你不明白，你不明白，你不会明白的，紫苏。我不是紫苏。不是紫苏，是
宋有才，什么鬼？杜源，李长青、王大壮、胡木、胡林、胡森，哥仨。他刚才说的那些人名，你记住了吧？当然没记住了。我记住了。连户部档案都背了一遍，也真难为你了。这些人住得那么分散，平时怎么联系啊？我问了三炮，他们平时都不大来往，只是纯粹的生意关系，偶尔见面也只是生意上互相通气。抱团好办事，也免受欺负，哪行都一样。非但如此，他们还很排外。他们发现了去凉州的近道，可以省很大一笔路费。这件事情他们对外守口如瓶，林白、薛毅都是从这条路去的凉州。那就派人去探探道，相关人等先收监。我这个我怎么了？我怎么了？这慢点！你最近忙得很呢，造谣生事，煽动恐慌，你想干什么？住口！我今天只问你2件事。第一，上个月15，你在府上办集会，林白、薛毅的家里人是不是全都参加了？这街坊四邻的，不请也不合适吧？那么巧吗？这第2件事，你给我仔细想想，看清楚，这个名单上还有谁的家人当天也参加了？哎呀，这么多人，我哪能全都记住啊？我得回府上让宋管家查查请帖呀。尽快。那我现在可以回去？派几个人陪着你，没意见吧？没意见。你还得做一件事情。诡案真相大揭秘啊！来，你们看啊，这条路啊特别的难走。贺大善人说了，两桩连环诡案的受害者都是因为知道了一条通往西域的寻宝路线图才被杀害的。朱正兄说的没错，从第一个死者的衣服夹层里就搜出了路线图。哎，看见没有？各位，既然得知了这个秘密，咱们总得做点什么吧，否则他们都白死了。对，绝对不能让他们白死。来，我们干了这碗酒，我们成立一个寻宝同盟。来，咱们干了！来，干！消息刚散出去了，看他们何时行动吧。你干嘛不吃啊？萨摩，你已经吃了7碗了，世界上可没有任何事儿能耽误他的胃口。我当你夸我了，不像后面这人，虽然身经百战，可每次收网的时候都紧张的像进洞房啊！闭嘴！禀少卿，都准备好了，你们先出发，依计行事，多留神。今天估计要等到子时了，不许偷懒。是。我也要去。小行动而已。扯！你从右后卫调来了一个小队，为什么不让我去？因为答应你的事没办到，这回我欠你的。李成业，你是个自恋狂，你知道吗？开赌了啊！我们赌一下，今天晚上会在哪一家抓到真凶？
萨摩多罗，你指认西市木匠张继龙为2起连环杀人案的主谋，可有证据？有，张木匠作坊里的5名学徒工就是人证，也是同谋，已于昨天晚上一并被擒获。传5名学徒。长得一模一样。李侍郎，这就是易容术。没错，张木匠学过易容术，他既可以装扮自己，也可以给学徒们易容。这就是本案离奇情节的关键点之一。接下来呢，我要先来说明一下，这2桩命案当中的惊悚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请允许传唤术师徐良。传。下面呢，我将为大家表演遁术，请允许我邀请我的2位助手，还有座上3位观众上台。由此请周侍郎和王忠诚，难道你们3个不想解开这个谜题吗？简直是胡闹！是啊，搞什么鬼这是？演出开始了。这是要干什么呀？这个门看上去呢，跟普通的门板一样。三炮，各位，请看这儿。呀，萨摩呢？人呢？人呢？哟，哎，萨摩呢？人哪儿去了？看来这里头又有玄机呀。刘慈欣，周侍郎，怎么样？这就是我为大家表演的遁术。我的遁术表演的还不赖吧？没错，被你给识破了。这和案情有何关联呢？当然有关联了。其实呢，运用的是相同的原理。活人既然可以在这儿消失的话，在密闭的一个空间里，同样也可以。咱们看一场好戏吧。当天晚上呢，凶手易容成了林白的样子，然后进入林白家，推开门的时候，门是正常的模式中，然后把门关上。接着凶手就把隐藏的门栓弹出，于是呢，儿子，儿子，哎，没有啊。出门之后呢，在门外的凶手又把门轴换回了正常的模式。整个事件就是这个样子。3位官人，请回吧。如此巧思，相信只有精通木工和机械原理的人才能够做到。像徐良这种半吊子，恐怕是不行的吧？我只懂简单的机械原理，我的道具都是张木匠给我做的。我要求很高，长安只有他能做到。那你们交情很好吗？一般般吧。不过他手艺还不错，为我做了许多道具。我为了省钱，教他一点小小的易容术。也就是说，张木匠在徐良那里学了易容术，然后戴上斗笠，浑身淋湿，在半夜足以蒙人。所以这2次亡魂夜归的奇观，都是张木匠易容成亡者的模样，再通过改造之后的门板来完成的。事实上，死者已经在前一晚被他们溺死，只等到演完半夜的鬼戏，第2天一大早再把尸体装到马车里，拉到死者的家门口，真漂亮。你这都是臆想，我怎么可能有机会去别人家里改造房门呢？这件事啊，恐怕就要问贺大善人了。各位官人好。贺大善人，请问上个月15在你们家举办的法会，是不是邀请了林白、薛毅他们2个的家人参加？是。为什么？啊？我巧合，纯粹是巧合呀！我这个人喜欢热闹，也喜欢排场，
所以我每次做法会的时候，那都是请几十位的街坊邻居一起参加。那天刚巧给这2家发了请帖，他们都来了，他们也没事儿，那就来喽。也就是说，那一天，林薛那2家人都不在家。这件事儿，张木匠知道吗？张木匠？哦，上个月初10，他倒是到我府上去修理过客厅的门柱，闲聊几句，我提到了15要办会，当时管家把请帖就放在厅堂里，想翻看肯定有机会啊。好，谢谢啊。哎，就这样，你得知情况后，潜入林薛2家，改造了房门。还有，究竟是谁把那本假梵文经放在贺府门口的？又是谁把天竺游僧来长安的鬼话到处散布的呢？作案动机查明了吗？查明了，2名死者都去了凉州经商，他们在长安都加入了一个商会。商会内部知道了去凉州的一个径道，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和费用，但这条径道要翻过长安西南的一座无名山，阻碍了凶手团伙在山上的秘密活动，所以被杀了。什么秘密活动？三炮，禀四卿，我带人按照林白的路线图去查看过，发现有安营扎寨的痕迹。把你的意思说清楚。就是说，有军队驻扎过。啊。根据兵部档案，大唐从来没有府兵经过那条山路，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开辟出来的。情况很明显，有敌军潜入驻扎，窥伺长安。凶手团伙制造连环杀人案，第一是想灭口，第二则是想通过亡魂夜归的异象，引发恐慌，制造诅咒之说，杜绝知道此事的长安商旅再去暗示。所以我才想要引蛇出洞，让贺善人放出假消息，其他商人以为真有什么寻宝图，都嚷嚷着要去，凶手便自然会坐不住。为了吓退大伙儿，他一定就会再次上演恐怖事件。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一次凶手会出现在哪一户人家。根据排查，城里还有10个本地商人从那条小路去了凉州，而他们的家人也都参加了上个月15贺府的法会，也就是说，他们都可能是下一个夜归的亡魂。所以我擅自做主，调了右侯卫的一个小队，在所有可能的商户家里埋下了人手。结果我没猜错，这次的靶子是商人朱正，他是最近寻宝同盟的发起人。昨晚凶手打算亲自杀了朱正，以儆效尤，而5个学徒都化妆成朱正的亡魂，去其他商人的家里装神弄鬼。这样一来，等到第2天朱正的死讯传开，人们会有多恐慌，自然就不必说了。还不从实招来！张继龙，还不从实招来！张继龙，张继龙！报！5位学徒药神自尽。借过，要不你来？是不是他们来了？谁啊？少跟我装傻充愣！那些迦兰国余孽！你声音再大点儿，全樊氏人都听见了。我还能不了解你吗？除了他们，谁还能把你吓得魂不守舍？晚饭放着鸡腿都不吃。不饿。少来。是不是他们我还不确定。不过如果是的话，一场浩劫在所难免。该来的无需躲。有人找你叙旧，我请酒。想搞事，老娘剁了他下酒。鸡腿放这儿了。迦兰。